婚礼这天，弟媳逼我未婚夫还100万，因为他给我的彩礼，我妈用在婚前给我买了一套房。她觉得这钱是她和我弟的，如果不还给她，她就要和我弟离婚。我妈连带公司和所有财产都取消了我弟的继承权，和他们断绝关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迎亲队伍来到我家楼下，穿着早就挑选好的婚纱，我满怀期待地坐在床上，等待恋爱了7年的情郎江源上楼来接我。楼下忽然传来一阵涌动，一声洪亮的争吵声穿透热闹的锣鼓声，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杂物声。迎亲队伍的音乐停了，我不管，今天不拿出100万，你别想把我姐娶进你家。一声激动的沙哑声清晰地传进我的耳中。我弟媳李欣拦着迎亲队伍，紧闭大门，不给他们进来的机会。欣欣，你别闹，这些年你嫁进我们家，你想要什么我们都给你，可今天是你姐的大喜日子，你快让你姐夫进去。所有人都在看着，还有不少的亲戚邻居们坐在喜宴上围观。妈妈小声地劝慰李欣，江源手拿着捧花，望着李欣，眉宇间有些不悦，却没有对她做什么。李欣见状，脸上的神情更加的猖狂，不顾众人反对，死死摁住大门。不行，你答应给我家的100万，必须拿出来。欣欣，你姐夫的彩礼是给你姐姐的，现在已经在你姐姐那了。妈妈的脸色非常的难堪，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李欣的袖子。李欣甩手把我妈推开，我妈猝不及防摔倒在地，撑在地上的手腕歪了一下，瞬间红了一圈。她面不改色，自古以来，男方给女方的彩礼都是给女方家里的，你们给我的彩礼我也都给我妈妈了，你们却把他给的彩礼给他老婆全款买了一套房子，这不是明摆着想要空手套白狼吗？江源赶紧上前去扶妈，您没事吧？我听到江源的声音，再也顾不了结婚的习俗，赶紧提着婚纱奔下楼，用力推开大门，当着门口的李欣踉跄地往前一扑，差点摔倒。看到我妈手腕的红圈，我憋在心里的怒气瞬间燃了起来。江源看见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心疼，扶住妈妈后，立刻来到我身边，柔声道：月儿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不就是100万吗？我待会打给他，我马上就能上去娶你了。我微笑，对他扬起一道安抚的笑容。姐，不是我说你。李欣站稳了身子，神情自若。人家当女儿的都是想着这么护着娘家，可你却非要倒贴去人家江家。今天要不拿出这100万的彩礼，明天他们家肯定瞧不起你。周围的亲戚邻居们对着我们指指点点，妈妈红着脸，手腕通红，眼眸中隐着一丝隐忍。我在人群中找了一圈，没发现弟弟和侄子的身影，心中一阵寒心。看来李欣早有准备，所以提前支开了我弟和他儿子。我结婚的日子，我弟没有出现，由于家中爸爸去世的早，我承担起家里男人的重担。毕业后，我就在方城打拼，努力了10年，创建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，辅助我弟结婚生子。在结婚前，我弟弟已经顺利接手了公司上的所有大小事宜，我也彻底放手娘家的事，答应了江源的求婚。在我的再三拒绝下，江源还是跟我妈提议，用给我的100万彩礼给我在婚前买套房子。傻月儿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写你名字而已，难道你还打算跟我离婚啊？每次提起想要裸婚，他总会温柔地摸着我的脑袋，前20多年你过得太辛苦，往后的人生我一定会让你过得幸福。3天前，妈妈完成手续，
给我买了一套房子，写着我个人的名字。李欣从当天开始闹到现在，我的心里已经凉透了。扯下头上的婚纱，所有人脸色大变。江源惊讶地望着我，握住我颤抖的手，眼神安抚我。妈妈欲言又止，看了李欣一眼，又看了看我，一脸的无奈。不让我举行婚礼是吗？好，我不要婚礼了。我讥讽地看向李欣，回握着江源的手，一手提起婚纱，望向江源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好。江源微微一笑，不顾所有人震惊的目光，转头对我妈说道：“妈，我带月儿先回去了。”好。妈妈用力点头，眼神激动地闪烁着泪花。我的眼眶忽然就红了。上了江源的婚车，离开了杨家。李欣气得竖直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站在门口，望了许久，回到了江家。公公婆婆早已经在门口等了多时，看到我们，眼中的不安也变得平静下来。江源抱着我下了车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热闹的婚礼继续，宾客满至。酒宴上收到所有人的祝福，一切的不开心仿佛都消失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婆婆就拿着扫把来到了我的面前，牵着我的手，神秘一笑：“月儿，咱们现在正式成为一家人了。今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咱们阿元的持家大权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快把大厅扫扫吧。”我不明所以地看向江源，江源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柔声说道：“去吧。”那眼中的笑意如同进了蜂蜜，感染了我。我接过扫把，来到大厅。映入眼底的竟是铺满了满地的100元大钞。我蹲下身子，把钱全部捡了起来，叠放在盆子里。婆婆拿着一张银行卡递到我的手里，这是阿元这10年间存在我这的工资卡，我一分没动，都保管在这。以后你可就是他的主人，我这儿子就交给你了，你只管教育他。他要是赶负了你，或者让你伤心，告诉我和他爸，我们一定为你出头。婆婆说完，公公也起哄道：“当年我也是你奶奶这么交到你婆婆手里的。男人嘛，成家以后就和老婆成了一个新的家庭，应该听老婆的话，对老婆好，以后他的一切都由你说了算。他要敢不听，我们揍他。”江源眯着眼，站在一旁，淡笑不语。谢谢妈，谢谢爸。我感受到他们真诚的爱意，感动地接过卡，由心而出的爸妈脱口而出。公公婆婆眼底的笑容变得更加明亮，我们面面相觑，一股甜蜜的幸福感包裹着我。口袋里忽然震动了几下，我拿出手机，屏幕上跳动着小姨的号码。我的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接通电话后，小姨着急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：“小月，不好了，你妈被你弟媳打了。”什么？我赶紧换套衣服，赶出家门。江源拿出钥匙，打开车门，细心安抚：“月儿，别着急，我们先冷静一下，说不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按理说，结婚后3日才能回门，今天不能回去。可李欣竟然把我妈给打了，这我一刻也忍不了。之前我在家的时候，她虽然没有礼貌，但也没有动过手。回到杨家，映入眼前的是一片狼藉。昨天摆好的喜宴桌子，甚至都没有清理收拾。我妈额头一个红印，淌着一丝丝鲜血。江源立刻上前扶住我妈妈，找出纸巾是擦额头的伤。我弟杨晨站在一旁，双手拉着小侄子杨一，怔怔地在一旁看。李欣被我小姨拦着，看到我回来，眼色虚了起来。我可没打你妈。李欣紧张地指着我妈，是她自己磕到桌子上去的，不怪我，是你妈磕上去的，可也是你推了她，她才磕上去的。小姨一口拆穿了李欣的谎言，见我眼神凶狠，妈妈赶紧安抚道：“
月儿，我没事。我生气地看了杨晨一眼，杨晨心虚地低下头，不语。我握紧拳头，走过去扶住妈妈的身子，压低嗓音：妈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把妈妈带回医院后，杨晨站在病房外面，不敢进来。我站起了身子，妈妈赶紧拉住我的手：月儿，你也知道你弟弟性子弱，他也不是故意旁观的，他要是出手了，李欣又该和他闹离婚了。上次李欣和妈妈发生争执，杨晨说了一句公道话，李欣连夜抱着杨一回娘家，跟杨晨说离婚的事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李欣说什么，妈妈都让着他。我每次想出面保护妈妈，妈妈都会拦住我。你们没有爸爸顶着，这年头你弟弟能娶个老婆不容易，为了他的家庭能够圆圆满满，忍忍吧，他只是动动嘴皮子，不会对我怎么样的，忍忍吧。一次又一次的忍忍，让李欣在这个家越发的嚣张和放肆。和李欣结婚以前，弟弟性格有些叛逆，但还算听话。可他们结婚之后，他完全被李欣迷了心窍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李欣，还放任李欣压榨妈妈。李欣怎么闹都视若无睹，就连最爱的妈妈受伤也能做到无动于衷。行，我深呼吸，极力克制怒气，对着杨晨说道：既然你们这么看不惯妈妈，那妈妈我带走了。姐，杨晨终于开口了，神色为难地站在门口。李欣说：妈妈是杨家的人，必须留在杨家。你昨天结完婚，今天应该回公司上班了。公司是我创立的，很多方面需要我出面支撑。虽然全部交给了杨晨接手，但他心里没底。李欣也怕出岔子，之前就说过婚后还希望我留在公司任职的话，可现在我笑了，我不回去上班了。妈妈是杨家的人，可不是他李欣的人，你让他管好自己的事情，手别伸太长。这几天我陪妈妈在医院养病，可你把话带回去给李欣就行了。我冷声打断杨晨的话，一刻都不想再听他说什么。杨晨劝说不动，只好离开。妈妈失落地垂下眼帘，若有所思，望着杨晨的背影发呆。我把江源拉到病房外面，又把刚才的打算重说了一遍。你也知道，咱爸妈是很开明的人，而且咱们都相爱这么多年了，他们早就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。你如果把妈带回咱家，咱爸妈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江源提议道：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很好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能自私地带妈妈回去。李欣的性格你也知道，现在都在气头上，我要是这个时候带妈妈回去，她肯定会跟去江家闹。我不想因为她的事情牵连到江家，这是我们杨家的事情，我想自己解决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江源捧着我的脸笑道：爸妈那边很担心这边的情况，那我先回去告诉他们别担心，有需要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陪着妈妈住在医院，江源每天都给我和妈妈准时送来便当。晚上和江源分开时，我笑着说道：你别让妈妈忙活了，我和妈在医院里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。妈妈不放心医院的伙食，亲自给你们做的粥，希望妈可以快点好起来。江源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嘟囔地撅着嘴：等了你7年，终于抱得美人归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狠心和我分开。什么时候可以抱着老婆睡啊？快了，医生说明天再不出院就要赶人了。我窘迫地揉了揉鼻子，妈妈的伤已经彻底好了，额头的伤口都结痂，没有再住院的理由了。那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们。江源眼中一喜，我点头笑道：好，遇见江源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7年前，他是个放荡不羁的公子哥，一次和顾客合作聊天的时候，
我差点被人吃豆腐，和人发生争执打了起来，被送进了派出所。当时江源因为情感问题，被一个女生诬陷进了派出所。我公公婆婆来接他时，听到了我创业被欺负的事情，随口说了句：你看看人家，一个女孩子这么拼命的创业打拼，你呢？家里的公司都不肯去，还不如人家一个女孩子有上进心。也就是从那以后，江源和我成了冤家，他进了他们家的公司，从基层做起，跟我比，而我的公司慢慢有了好转，他对他们公司的流程也慢慢上道，我们共同进步，也慢慢地日久生情了。他对我很好，在生活上、工作室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但因为放心不下我弟，我决定等杨晨结婚生子，事业有成之后再考虑结婚的事情。一直到现在，公公婆婆和江源都是我人生的贵人，除了妈妈之外，我最爱的人。给妈妈办完出院手续，李欣抱着杨一来到了医院，见到我，满脸凶神恶煞，扬起手一巴掌扇了过来。我毫无防备，硬生生地吃了一巴掌，捂着脸。妈妈护着我，动怒道：李欣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李欣把杨一放在地上，咬着牙道：你怎么不问问你的乖女儿在做什么？她明明知道这个公司很多人都只认可她，杨晨在公司没有号召力，之前谈好的合作被人溜了，你知道我们会损失多少吗？你自己非要你姐把公司交到杨晨手里才肯让他结婚，否则就要和杨晨闹离婚。现在公司交给他了，你还不知足？难不成还想着你姐给你们打工一辈子？我妈抓住李欣的手，将她推了过去，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愤怒和冷漠。李欣被推得一脸不敢置信，杨一也惊怕地扑进李欣的怀里，哇哇大哭。回过神来后的李欣扬起手，一巴掌扇向我妈的脸，啪！洪亮的巴掌声震慑整个病房。我拉开妈妈，扬起手，先下手为强地扇向了李欣的脸，充满愤怒的一巴掌，扇得她的脸瞬间红肿起来，印起了一道通红的手印。她颤抖地握着脸，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望向我：你竟敢打我？不就是要去和我弟闹离婚吗？你要去就去，别在这里恶心我们。我上前逼近一步，一字一顿道：杨晨可以看着他妈被欺负，可我不行，谁敢欺负我妈，我跟他拼命。妈！李欣不敢置信地哆嗦着手，望向我妈，泪光闪烁。我可是给杨晨生了个儿子啊，我为你们杨家继承香火，您就让您女儿这么欺负我吗？现在的他和刚才那个嚣张跋扈的他判若两人。李欣的拿手本领有两个，一个是和我弟闹离婚，拿捏我弟和我妈，另一个则是装柔弱。可这一次，我妈似乎也铁了心，不再纵容他。你生的儿子是你自己的，不是给我生的，你要和杨晨离婚就离，孩子想带走就带走。妈妈握住我的手，态度坚决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你和杨晨如何都不关我的事情。难道你为了女儿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？李欣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，晴天霹雳地瞪着眸子。我妈冷声道：她连我这个妈的生死都不关心，我还认这个儿子做什么？想来我妈是真的心寒了，才会说出如此绝情的话。李欣不甘心地咬着牙离开了病房。我带着妈妈回到了江家，一路上李欣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向我道歉，我都拒绝了。江源一路上都在给我妈讲笑话，想要改变气氛，笑话一个接着一个，把我妈逗笑了。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回到江家，我看到让我三观炸裂的一幕。李欣抱着杨一，架着一台手机，正对着江家大门开启直播。
脸上的妆容都哭花了。杨一也在门口浩然大哭。李欣捂着脸颊，对着镜头哭诉道：“我太可怜了，求求好心的大家给我讨回公道。这个黑心的江家联手我婆家姐，想要赶我和我老公、儿子赶出家门。为了抢夺我们杨家的家产，他们费尽心思把我姑姐娶了过去，不仅不给彩礼，婚后还不让她回家里的公司上班，导致很多老客户都要跟我们取消合作。就这还不够，他们还抢走了我的婆婆，不让我婆婆给我带孩子，逼得我在家相夫教子。可怜我嫁进杨家之后，就给我老公生了个儿子，在家当了几年的全职太太。现在依依好不容易大点，我指望着婆婆能帮点忙，让我去公司帮着老公点，却没想到他们把我们往死里逼。他们打我、骂我、赶我们，还要抢我们公司，把公司老客户全部都给带走了。今天他们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不活了。李欣捧着杨一的脸，失声哭泣：“依依呀，别怪妈妈狠心，妈妈被这一家人欺负得没有活路了。天哪，把人家娶回家，生儿育女，结果还要把人赶出家门，这家人也太狠心了吧！女儿是人，儿子不是人吗？为了女儿女婿，把儿子儿媳往死里逼，这小姑子和她老公一家心机也太深了，这恶婆婆天理不容，不得好死！”直播弹幕上弹出一堆恶毒的话，我气得想要冲上去，被江源拦了下来。现在是个网络的时代，谁先说话谁就有话语权。你如果现在上去，会不小心被误以为真的是挤兑他的人，那我也不能任由他这么诽谤你们和我妈呀！李欣贼喊捉贼，我就这么放过他？我以前真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。他平常也会在网上发一些不实的信息，妈妈总是让我别当一回事，只当他是一个解闷的路子。可现在李欣变本加厉，老公，你照顾好妈妈，我去会会她。我冷静地吸了一口气，给江源一个放心的眼神。好，江源点头。妈妈一脸担忧，我淡定地冷笑着，走向了江家门口。李欣还在那里说着，你们看，这些人心虚，不敢出来面对我。我在门口这么久，他们都只当缩头乌龟，不敢出来，真的是没有天理了。我没脸活了。李欣说完，杨一也跟着嚎啕大哭。网友们对他的同情越发根深蒂固。看到上面的舆论风向，李欣眼中闪过得意的笑容。他抬头瞬间看到我，眼神惊喜。下一秒又假装惊恐的模样，抱着杨一连连后退。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，100人加慢慢的变成了200人加、500人加，到现在已经破1000了。姐姐，别打我！李欣捂着刚刚被我打过的脸，一脸惶恐。我走进了直播的镜头里面。我的出现也让人终于看到了直播事件的另一个主人公——恶毒的姑姐。弹幕里全部都是骂我的话。我淡漠地瞥了眼手机直播的屏幕，又看向已经后退了2米，已经将全身都露在镜头面前的李欣。我一脸淡定：“李欣，你要演戏可以，自己的儿子你也下得去手，是真的狠。”李欣闻声心虚地低头望去，他掐着杨一大腿的画面竟然不小心进入了直播现场。杨一此时的大腿已经被掐紫，小杨一哭的声音沙哑，痛哭不止。这是被你们虐待的。我儿子给他婆婆带的时候，他总是掐我儿子大腿，我只是刚巧这样抱着他，看起来像是在掐他。我是他妈妈，我怎么可能会舍得对我亲生儿子下手？李欣面目通红地瞪着我，眼中已经染上了一层泪水。我见犹怜的模样，这些伤一看就是现场掐出来的。你在这直播了这么久，
我妈还能凭空出现在这里，隐身掐你儿子？我眯着眼，拿出手机，放在了屏幕里。小月，不好了，你妈被你弟媳打了。手机里播放的是小姨急切的声音。我接电话有录音的习惯，却没想到第一次用居然是在自己人身上。李欣听到声音，脸色一慌，这不是真的，我没有打你妈，你把我妈打进医院，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，现在还来我婆家恶人先告状。李欣，你真当网友们是枪可以随意利用吗？我双手环胸，我结婚那天，你逼着我老公当众拿出100万的彩礼给你，逼我学你从婆家搬钱给你，可是有很多人看见的。就算你有一张嘴可以胡说八道，但有真相的群众可是一大把。你真觉得这世界就你一个人玩网络，可以胡作非为吗？我努力克制愤怒的心，平静地将李欣的事情揭露在镜头面前。刚才还自信满满的李欣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目瞪口呆地站在我面前，抱着杨一的手开始气得直颤抖。李欣听他妈妈的话，学了一身胡搅蛮缠的功夫，一直学着如何算计别人，可却从来没想过利用身边的条件提升自己。在面对我揭露他一条条所作所为之后，毫无反击之力，闷了半晌也憋不出一个字。直播间的网友们傻眼了，反转来得太快，飘过的弹幕也渐渐地平息了下来。李欣羞恼地上前，把手机拿了下来，关上，放进了口袋里。姐，你不要赶尽杀绝，太过分了。李欣阴狠道，哪个女人都需要娘家的，你若把我逼得太狠，杨家你也别想回了。我不需要娘家，我只需要我妈妈。我淡定道，你妈？李欣讥讽，你一个出嫁之女，你觉得你护得了你妈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心中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李欣抱着杨一离开，江源见状，扶着妈妈走了过来。月儿，我知道你的娘家事情，你不希望我插手，可这个李欣太胡搅蛮缠，他肯定还会做出别的更过分的事情。下次让我来。是啊，月儿，欣欣已经疯了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逼你，你千万不要跟他硬碰硬。妈妈一脸担忧道，欣欣的妈妈是出了名的泼辣，胡搅蛮缠，不择手段，她不知道怎么应对你。但是她妈妈又怎么了？谁敢算计我，算计我妈，我家人，我都无所畏惧。我目光坚定。妈妈无声地叹息着，摇了摇头。江源和我带着妈妈进了家门，公公婆婆赶紧切着水果来到了大厅。他们把水果放在桌上，推到了妈妈面前。亲家母辛苦了，吃点水果吧。妈妈一脸忧愁地牵强一笑。吃过水果后，我把妈妈带到了客房。妈妈神色复杂，月儿，我的心里很不安，总觉得会出什么事情。能出什么事情？我不解地蹙着眉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传来一阵震动，是杨晨发来的求助信息。姐，求你了，回来公司帮帮我吧。刚才欣欣抱着依依来公司闹，砸了公司好多东西，现在公司的员工都被吓走了。他每次夫妻一吵架，就会向我求助，我不帮忙，李欣就会想着法子折磨我妈。现在我妈不在家，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，我才不想管。按照我妈以往的性格，一定会劝我帮助杨晨缓解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可这一次，我妈看到了杨晨求助信息，难得的保持了沉默，没有说话。半个月后，杨总，您真不打算回公司了？一个合作伙伴试探地给我打来电话。我错愕道，王哥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上次我和你们公司合作签约的那批材料一直都没到，现在厂里都在等着，已经逾期了。如果半个月之内还没解决的话，
恐怕我这不好交代啊。逾期没能交出货，杨晨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公司的东西都是从他省长途运过来代销出去的，签了合同没交出货，这代表要付天价违约金，按理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，怎么到杨晨手里变成这样了？王哥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给您一个答复的。我赶紧挂断电话，拨通我之前的助理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公司出大事了。那次李欣去公司闹了之后，他就一直在公司各种撒泼耍赖，公司的进度也无法前行，很多合作都已经逾期了，而货款都被李欣要去买包包去了。现在公司面临破产，不过您放心，江总刚才打过电话，他说让我给他一个名单，他打算秘密准备这些货物，让公司在最后一刻可以交出货物。现在只等您一声令下了。助理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心头一阵感动。没想到江源竟然为我做了这么多。楼下一阵涌动，只见江家楼下来了一大群的人，公公婆婆站在人群面前，面色平静应对着。为首的人就是李欣，他穿着一身病服，手里牵着杨一，另一只手还打着点滴。杨一脸色苍白，母子两个人都十分憔悴，而李欣身边站着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刘如花。李欣的妈妈总是教唆她和我弟吵架，来牵制我和我妈的罪魁祸首。他们身后站了一群的人，类似于小区的居民和村委会。江先生、江夫人，我们不是来找你们的，请把我女儿的婆婆和她姑姐找出来。刘如花淡定地看了眼站在门口的公公婆婆。是啊，江先生、江夫人，这杨家人实在是太心狠毒辣了。小孩子生病了，发烧几天几夜，只有李欣一个人照顾着，一个生病的大人照顾小孩，婆婆见死不救，姑姐教唆老公不露面，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我们居委会有权介入管理，还请你们把人交出来，别逼我们报警。居委会的代表上前，将杨家的事情告诉公公婆婆。一群人义正陈词地站在门口大喊：杨月儿，带着你妈妈给我们滚出来！别以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躲着就可以了，你们不知道前因后果，如此污蔑我们儿媳。我们月儿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们如果想要报警就报吧。公公婆婆无所畏惧，淡定地守在门口，一字一顿道：我们的月儿只跟讲道理的人说话，不和胡搅蛮缠、被人蛊惑的枪手交流。说谁是枪手呢？说的就是你们，被李欣和他妈当成枪使还自以为是的人。婆婆脸上出现一丝怒气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了手机，按出110。妈妈见状再也控制不住，推开我的手冲了出去。李欣，你非要闹个你死我活是吗？好，今天我就跟你们做个了断。我就知道妈妈肯定会被李欣逼得失去理智，一直隐忍地拦着妈妈。我上去拦住妈妈已经来不及了。妈妈拉住李欣的手，抬手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她的脸上，带着压抑了很多年的怒气及怨气。我好好一个儿子，就是因为跟你结了婚，现在跟个六亲不认的魔鬼一样，任人宰割，没有半点主见和判断。我知道妈妈一直耿耿于怀，她不说，只是不想彻底把她儿子给毁了。但今天李欣和她妈妈的所作所为，真的把我妈逼急了。杨氏居委会的大爷抓住我妈的手，往旁边一拽，呵斥：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你儿媳妇和孙子都病成这个样子，你不帮着点，还当众打他。我们还在这，你就敢这样？要是私底下，这还得了？够了！我冲上去把我妈从大爷手里抢过来，护在身后。
瞪着一群自以为正义的人。李欣平常的所作所为，你们都是看在眼里的，只是因为她现在生病了，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我妈。就在刚刚，我妈冲出来那一刻，公公婆婆没有打出去的报警电话，我打了，并且拍下照片给我弟发出一个信息：杨晨，你要还是男人的话，就给我出现。你妈现在都要被你老婆丈母娘逼死了，一群人还要冲上来，我死死护住妈妈在身后。公公婆婆拿起一旁扫地的扫帚，一左一右把我们护了起来。我和妈妈被保护在安全圈内，任凭他们怎么抓人都无济于事。脸色苍白柔弱的李欣忽然扬起得意的笑容，朝我发出一个胜利的挑眉目光，而他妈妈刘如花双手抱臂，一脸讥讽地站在一旁，欣赏着我们落难的画面。不一会儿，警车声响起，2辆警车停在了不远处，下来6个警察，还在推搡的人群瞬间怂了，纷纷沉默下来。怎么回事？穿着警服的警察站在了众人面子，威严地喝了一声。一辆车子来到江家门外，停在了众人面子。一直消失在众人视野的杨晨终于出现了。江源拉着杨晨从车上走了下来。李欣看到杨晨，眼中一喜。杨晨冷漠地瞥了一眼李欣，目光落在脸色苍白的杨一身上，最后转身跪在了我妈的面前。我妈震惊地睁大了眼，我一头雾水地朝着江源望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警察叔叔，我自首。杨晨的眼神从未有这一刻如此的淡定过。自首？妈妈脸色大变，我猛地吸了一口冷气，朝江源望了一眼。江源和杨晨一起出现，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杨晨虽然一直不介入他老婆和妈妈之间的事情，但我知道他不是个违法的人啊。江源握着我的手，凑近我的耳旁，柔声说道：没事，放心吧，这一次都能解决的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江源的话却让我莫名的安心。杨晨似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，抬头朝着警察说道：其实我老公。李欣着急地冲了出来，想要打断杨晨的话。警察一个严厉的眼神望去，李欣吓得停下脚步。其实我当初和李欣相亲的时候，喝酒误事，不小心和他发生了关系。他说当时他不是自愿的，是被我强迫的。我一直担心他把这件事情公开，所以一直惯着他，顺从他，不敢忤逆他。杨晨闭上眼，沉重说道：相亲那年他还未成年，未成年被强迫发生关系，属于违法行为。李欣若要追究，杨晨一定是要坐牢的那种，留下案底。在场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谁都没想到杨晨和李欣竟然还有这一层关系。难怪这些年无论李欣怎么闹，杨晨一直纵容他，这样一来，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开了。李欣说要告我，我告诉他我可以给他很多很多钱，请他网开一面。他让我给他500万，可是我哪里有那么多钱？所以我提议我和他结婚，结婚后我一点一点还给他，弥补他。他说任何事情我都听从。后来他查出怀孕了，给我生了依依。我更害怕东窗事发，被留案底，影响依依的人生。500万给完之后，又是500万。为了满足他，我求我妈帮我，让我姐把公司交到我手里，利用职务转移公司财产。姐夫说的对，他就是个无底洞、恶魔。无论他和他妈妈从我这里拿到多少钱，都不会满足。他们利用我，利用我姐给他们当摇钱树，折磨我妈妈，让我生不如死。这段日子我就像一个过街老鼠，不敢见天日。是姐夫把我从泥潭里拉了出来，
他查出我偷挪公款之后，没有告发我，而是给了我自首的机会，所以我来自首了，并且给所有人一个真相，别再被李欣蒙蔽。被他当枪时，杨晨的眼中已经没有半点光彩，万念俱灰，眼神空洞。李欣颤抖地握着拳，眼神通红。老公，我真的想过和你还有依依好好过日子的，哪怕是踩在我妈和我姐的肩膀上。杨晨苦涩地说着，眼角滑落泪水。李欣踉跄地跌坐在地上，无助地望着地板。杨一看到这个场面，什么都不懂，但却悲伤地哭了起来。警察拿出手铐，将杨晨铐起，带走。李欣失魂落魄地望着警车离开的方向。刘如花趁着大家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，早已经溜了。居委会们和邻居们都无地自容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妈妈抱住杨一，蹲在地上，百感交集。我无助地靠在了江源的怀里。江源说，发现我们公司出现问题后，他就请人去调查了公司的事情，发现了杨晨不对劲的行为，于是把杨晨叫出来聊了。杨晨被人发现秘密，多年藏在心里的委屈瞬间全都倾诉出来。也就是那一刻，他做出决定，说出真相。李欣去警局看望杨晨好多次，都被杨晨拒绝了。她把一个好好的男人毁了，把自己的老公亲手送进了监狱，一个对她言听计从的男人彻底毁了。李欣一念之间一无所有，妈妈不再接她电话，不认她了，老公也不要她了，就连儿子看到她的眼神里也写满了恐惧。其实他没有勉强我，是我自愿的，我只是想听妈妈的话，让你更爱我一点，让你离不开我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。李欣失落地走在街头，神色恍惚地望着地面，身形摇晃着。我就是想做个好女儿，做个被老公偏爱的女人而已。老公，李欣抓住街上的一个男人，失声喊道：神经病吧！男人一把推开李欣，李欣被推到地上。有路人认出了李欣，立即指着她喊道：这就是那个毁了婆家，把老公亲手送进监狱的坏女人，就是她呀，看起来挺好看的，人心怎么那么坏？开车路过街头时，看到她被人责骂的模样，心中一阵酸楚。谁能想到，曾经咄咄逼人、不可一世、自以为是的李欣，如今竟然变成了一个疯女人。叹了一口气，拨通电话后，我让人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也算是给依依妈妈一个体面的结局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